天帝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地位最高、最具权威的至高之神，可由于中国神话体系太过繁杂庞大，并在漫长的现实历史影响下，产生了一个较为系统却不甚明晰的从远古神话到上古神话，再从上古神话到中古神话，直至末神时代的一个神话史进程，也使得天帝这个天地间至高王座上的神明换了一个又一个。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天帝，应当是昊天上帝与玉皇大帝了。关于玉皇大帝和昊天上帝，有人说他俩其实是一个人，也有人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，认为昊天上帝是远古时代的第一位天帝，在地位上也要比玉皇大帝高。昊天上帝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，在天地未开之时，由洪能之气经过1万年孕育出了代表天道的红军老祖。红军老祖以3000大道创造整个乾坤天地，并以地水风火演化万物，又打通33层天外天，自号昊天上帝，掌管3000世界，幽冥无极。在昊天上帝创造世界之后，又以一气化三清之术，创造出了上清、太清、玉清3位神灵，并教授他们道法，让他们替自己掌管世界，自己则退居到了幕后。三清虽然是一气同生，但个性迥异，尤其是上清和玉清2个弟子，因为各自观念不同，导致兄弟阋墙，以2人相斗为导火索，发生了后来的天地亮劫封神大战。三清皆是天地造化所生，也是天地间最强大的3位神仙，是万人膜拜的对象。他们的师尊昊天上帝更是天地间最强的存在。在远古到上古神话时代，众神中从未出现过玉皇这个称号，最开始也没有天庭，只有33重天。昊天上帝与天道化为一体，随时监察着天地间的一草一木，直到中古神话时代来临，天帝之位上的才换成了玉皇大帝。但此时由于西方佛国势力的入侵，玉皇大帝的威严接连受到挑衅，出现了不少道家神明转投佛教的情况，亦有佛教罗汉菩萨插手，道家释游的情况出现。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唐僧西天取经这件事。当时的西方佛国依靠小乘佛法在中土的渗透和洗脑，吸引玄奘去西天求取更为博大精深的大乘佛法。期间玄奘受西方观音菩萨的警示，收了菩提老祖的徒弟孙悟空为徒，保护自己前往西天，其实就是怕玉皇大帝手下的神仙阻拦，可最终派了许多妖仙出手也没能阻止，被玄奘取得真经西方佛国的入侵。从此之后一往无阻，民间很多原本供奉玉皇大帝的人，也开始供奉起了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等佛教塑像。昊天上帝创造世界，又点化出三清，便退居幕后，彻底与天道融为一体。后来的昊天上帝变成了天皇天，但天地间不可一日无帝，正好这时候妖族的帝俊和东皇太一2兄弟在百族之中崛起，成为了新的天帝。最开始先由帝俊当天帝，并与帝后羲和生下了10个太阳，但由于他们的儿子为祸世间，让其他族类生存艰难，便遭到反对。这时他的弟弟东皇太一便取代了他，成为了新的天帝，并自号为妖帝，还发起了与巫族的大战。可惜最后2兄弟都因巫妖大战而相继羽化。在妖族之后，由伏羲带领的人类崛起，伏羲成了第4位天帝，并创建出了许多属于人类的文明，比如一划分阴阳、演化4象8卦等。当伏羲将人类带领到一个初级文明时代，便隐退而去，将天帝之位传给了轩辕皇帝。可炎帝不服，与皇帝发生大战与逐鹿，虽然皇帝胜利，但炎帝却自封为一方天帝。这时候有2个天帝，皇帝上天当了天帝之后，他的儿子没多久也上天当了一方天帝，父子俩一起对抗炎帝。而此时人间的颛顼继承了帝王之位，颛顼见人神共处一个世界，不方便建立自己的威信，便实行了绝地天通的计划，将天和地彻底分开，并在天上设立天庭。天庭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颛顼升天当了天帝后，帝喾也随即升天当了一方天帝，这便是5方天帝，在人间大禹继承了人间的地位，并建立了第1个人间世袭王朝夏朝。
五方天帝因为常年打仗，导致天界动荡不安。这时候曾与皇帝有仇的蚩尤转生成了刑天，刑天上天报仇，趁机杀了五方天帝，但自己也被轩辕剑斩下头颅，不然他就是新的天帝了。时间一晃到了中古神话时期，三清见五方天帝皆陨，便又推出了玉皇大帝，洞中方7日，世上以1000年是什么意思？看看这几个故事就知道了。在神话传说里，宇宙空间被分为了天地人3界，天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所描绘的天庭，包括玉皇大帝在内的神仙菩萨都居于天界之中。人界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生存的空间，地界就是传说里的幽冥地府，孙悟空就曾经大闹地府，连阎王爷都让他3分。《西游记》里多次出现过天上1日，地上1年的说法。孙悟空因为嫌弃弼马温这个官职太小，不愿意待在天庭，便返回了老家花果山。一群猴子前来贺喜恭喜，大王上界去10数年，想必得以荣归也。孙悟空听闻感到奇怪，说我才半月有余，哪里有10数年？众猴道：大王，你在天上不觉时辰，天上1日就是下界1年里。原著里还有一个情节，奎木狼私自下界，变成黄袍怪，离开天庭13天，结果在人间跟百花修做了13年的夫妻。原著写道，玉帝问天师，奎木狼多少时不在天了？天师道：4卯不到3日，点卯一次，今已13日了。玉帝到天上13日，下界已是13年。大家好，我是风水小道士。天上1日，地上已经过去了1年，为何天庭里的时间流速跟凡间不同呢？在我国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洞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，说的是普通凡人在机缘巧合之下偶遇神仙，只是与他们待了几天时间，回到人世间时已然沧海桑田，人间已经过去了数千年。这也是道教对于其追求长生久世理念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同时也在告诉我们神仙所处的空间与我们常人是不同的。关于这个典故，民间有好几个版本，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几个。第一个是王之烂柯的故事。根据《述异记》的记载，晋朝时期有一位叫做王志的樵夫，这一天他去西安郡的石狮山上砍柴，王志看到在小溪边的一块石头上有2位童子在下围棋对弈，于是他放下砍柴的斧子，在旁边观棋。童子把一个形状像枣核一样的东西给王志，他吞下了那东西以后，竟然不觉得饥饿。王志看了许久都忘记了时间，童子告诉他时间不早了，你该回家了。王志准备将斧子捡起回家，发现木质的斧柄竟然已经腐烂了。王志返回家中时，发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没有人认识他。问及周围人，都说王志砍柴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原来是王志砍柴误入了仙境，返回人间，斧头都烂了，所以说是烂柯。世间沧海桑田，竟然没有一局围棋的是时间长，这正是洞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。第二个是关于东方朔的故事。历史上的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怀才不遇的高人，道教则将其神化为一名被西王母折变到人间的神仙。《洞明记》就记载了东方朔洞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的神仙际遇。据传说，东方朔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已经200余岁，并且在东方朔出生3日之后去世了。邻居见他可怜，就收养了他。在东方朔年幼时期出门游玩，足足消失了1年才回家。养母急得大骂他为何出门那么久，东方朔却是很奇怪的，说儿稚子泥海有子水巫医，人过于渊，兼患潮发中，凡何云今年乎？意思是东方朔到紫泥海游玩，弄脏了衣服，便到鱼渊间把衣服洗了，只是早晨出门，中午就回来了，怎么可能是1年呢？这便是东方朔的神仙际遇。最后再来说一个神仙梦境的故事。话说在唐朝宪宗年间，有一位叫吕岩的书生远赴长安科考，无奈名落孙山，整日在酒肆借酒消愁。这天，有位打扮奇特的道人来到吕岩面前，劝他弃学修道。吕岩一心求官，就婉拒了道人的请求。道人请求吕岩为他做一碗黄粱饭，在吕岩答应之后，胡生倦意，道人从袖中拿出一个枕头来，对他说：你用它睡觉，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
在吕岩入睡之后不久，就有差人手捧圣旨，召其为状元。就这样，吕岩开始了官宦之路。在任职期间，官禄起伏，并且结婚生子，子孙满堂。后来在官至顶峰时，触犯龙颜，导致妻离子散，流放千里。就在他饥寒交迫之时，忽然醒了过来，发现只是一场梦。道人对他说：“你做梦醒来，黄粱饭还没有熟呢。”吕岩这才感慨到，原来人生百年，不过是区区一场梦。而这名道人就是度化吕岩成仙的钟离权。吕岩后来跟随钟离权修行，最终证道成仙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神仙的时间和人间时间的关系。虽然都是传说的故事，但未必不能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。你觉得天上一天会是人间的一年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意见。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下期见。